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每天读经5分钟，我们延续昨天六祖坛经的进度。我们昨天是读到这个五祖弘忍替慧能说金刚经，透过金刚经的内容的指点呢，来引导六祖慧能进一步的对于自性智慧，对于菩提自性呢，有更深刻的领悟。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呢，五祖弘忍将达摩祖师传承下来的心法，在讲解《金刚经》的过程中呢，也传授给慧能哈。那我们昨天也有带大家看这个《金刚经》的原文哈，就是从开头须菩提提问，一直到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这一段。那在这中间呢，主要讲的内容我们也很快速的带大家浏览一下哈，因为我们不是读《金刚经》，所以我们就没有讲得非常的详细，但是就是抓重点来讲，并且呢讲一些跟六祖坛经有呼应的部分哈。那其中的重点呢，我们昨天在读的时候就发现了，其实《金刚经》的前面这一段，一直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之前的这段内容，其实呢，也跟六祖慧能的诗句呢“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是互相呼应的哈。那“菩提本无树”这一段话呢，就可以跟《金刚经》所提到的菩萨呢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部分可以相呼应，而明镜亦非台呢，就可以呼应到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哈。然后呢，所有说法呢都是如法语者，就像度发一样，就像五祖弘忍，他透过《金刚经》来替六祖慧能讲解，引导六祖慧能更深刻的体悟自性。那这个时候呢，五祖弘忍呢，就是将《金刚经》呢作为这个度法，所以说《金刚经》作为一个度法呢，五祖弘忍呢，就是透过《金刚经》这个度法来载着六祖慧能，让他去到彼岸，让他悟自性。所以说，经典的作用呢，一切万法的作用就是如法语者，就是像度发一样呢，用来度84000的众生，就是各种各样的众生上岸所用的。那当悟了本性之后呢，言下大悟，悟本性之后呢，这个度法就能够放下了，就把这个度法放下了。因为呢，一切呢，般若智慧的源头呢，它就是在自性之中了。一切万法，你看会能悟到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换句话说，还没有领悟的时候，我们透过《金刚经》，透过六祖坛经，或是透过一些各式各样的经典，不一定是佛经哦，就是其他，比方说《道德经》啊，其他经典也可以，就是一切经典呢，都是开悟的圣人呢，用来度众生上岸的渡船。那当悟了到彼岸呢，上岸之后呢，发现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也就是说，这千经万典本来也是这些开悟的圣人从自性智慧当中取用出来呢，文字化之后呢，转换成文字，转换成经典，用来度众生上岸的。就像六祖慧能这首诗句一样啊，他这首诗句四句话，其实就像一部小型的经典。而五祖弘忍出的作业，其实就是让所有的徒弟呢，取自自性的智慧中，来生出一句诗句来。这首诗句就像一个法一样，像六祖慧能这首诗句呢，它就是在引导大家说，去体悟说菩提自性的本来状态哈，超越物质形象的，而且它是超越我们的思量思维心的哈，它就凸显出这个重点。那因为菩提自性它本来面目是很难以去形容的哈，所以说只能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大家不要误认为
生命的本质和智慧的本质是我们这个肉体身心哦，大家就是引导大家走上正确的方向哦，不要被肉体身心所迷惑了这样子。所以一切万法，当渡法渡上岸之后呢，我们读任何的经典，包括我们现在每天读经5分钟啊，其实呢用意就是说熏陶，因为像六祖慧能他们这样子大智慧的人啊，他有可能听了在课殿中听金刚经，他当下就顿悟了，就是说顿悟的意思是说当下就发现到自性智慧了，当下就对自性智慧的存在有所明白了，有发现，有所启发了。但是呢，我们一般人呢，即使呢读经典呢，你大概知道说，因为你经典读了多了，你大概知道说，自性大概是怎么样，是超越肉体形象的，自性智慧是超越文字的，超越知识的，你大概知道。可是呢，这跟你真正认识到自性智慧跟自性智慧能够接通还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听一个人介绍一位朋友，他说这个朋友的个性怎么样，说这个朋友的外表怎么样，说这个朋友的个性怎么样，那我们是可以大概想象说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可是直到我们真正见到他之前，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具体的知道这个朋友长什么样子。菩提自性也一样，因为它不像人一样有外表，有个形象，有个特征，所以说所有的千经万典呢，引导我们往自己心中内在去连接这个自性智慧。但是呢，有分顿悟跟见悟。顿悟的人就是说，他可能累世就积淀了很多的基础，在无量佛所身边有修行过，种下种种的善根，所以说他一经到这个引导启发的时候，他瞬间就跟内在自性智慧连接上了。但是呢，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有可能是就像种树一样，你不可能要求一棵树一瞬间长大，但是呢，你如果没有经过灌溉的过程的话，这个树也没有机会长成大树。所以我们每天读点经典呢，或是听这些祖师大德讲一点这个关于自性智慧的一种描述，然后呢，我们慢慢从自己内心当中呢去印证，一方面要拨除无明拨除这些乌云，这样自性智慧才能显现。那这个过程就像拨云见日的过程，其实是像种树一样，它是属于你每天没有看到树木在长高，可是呢，当你一段时间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树木已经不知不觉长高了。就是这样子，每天持之以恒的去积淀，你当下你看不到那个瞬间的成长，可是呢，其实它都有在长大。就像我们人也是一样，从小到大，你没有觉得说自己突然长大了，可是当过了几年之后，你就看到自己长大很多。所以说，有时候呢，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能够用一个什么方法可以让大家瞬间开悟，或是瞬间怎么样，因为这取决于你本身的根基。如果你本身根基就像六祖慧能一样很好的话，可能随便接触到一部经典，像五祖跟六祖都很推荐《金刚经》嘛。那如果本身根基很好的人，可能人家稍微点一下，你自己就通了。可是如果是我们普通人的话，我们就要经过像种树的这个过程，慢慢的去熏陶。那我们不要太着急，说一定要找到一个什么方法可以瞬间一个捷径可以瞬间怎么样的成果。就像我们不要去期待一个小树苗瞬间长成大树一样，我们就是要经历过这种过程。那这边的话就是说，不论你是走什么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当你不好意思，当你到达这个彼岸，当你从自己内心的自性智慧中经过这些经典的引导，你有所体悟的时候，你连接上的时候，你就自己能够感受到原来菩提自性般若智慧是怎么样的状态。那你跟经典当中的内容来呼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确实是这样，没有错。所以读经的过程是这样子的。那慧能经过了五祖弘忍的《金刚经》介绍这个渡船的引导之后，他瞬间就跟自己内在的自性智慧有更深刻的连结和感悟了，所以他就感叹说了一首诗句。那这首诗句我们就明天下一次再聊。那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边了，那我们就明天见了，拜拜。